闲话日本又来跟您聊天了。今天起咱们再开一个新的专题啊，跟您聊聊我一个北京人东漂来日本这20年的一些经历。其实每一个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可能比一般的人稍微曲折一些。像我这样一个北京土著，北京生北京长，上学工作，24岁之前就没离开过那地方。那怎么会想着来日本呢？这话得从2000年的时候说起。那年我大学毕业，当时正好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高光时期啊。我凑巧进的第一家公司也是做互联网广告的，工作内容新奇，工资待遇也不错，同事也好相处。本来很幸福的一段日子，不成想1年后碰上了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冬天。我们那家公司呢，也因此不出意外的被合并，最后关门大吉了。离开这家公司，我找了一圈工作，不是薪水不理想，就是工作内容不称心。毕竟我那会儿才22岁，那些所谓的传统企业的领导们肯定不会像互联网公司那样给一个年轻人大胆放权锻炼的机会啊，所以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北京游手好闲了一段之后呢，2001年跟2个朋友一起在北京西三旗租了一个3居室当据点，弄了个小工作室编书。具体来说，就是把当时流行的内容从游戏攻略到雅思考试，选一个热门题材，四处组稿排版印刷成书，再弄个书号给卖出去。现在都是互联网手机了，但是当年书刊杂志什么的还是占了不小的份额的。所以我们那个工作室虽然不大，但是居然几本书做下来至少能维持生计，尤其是工作内容倍儿爽啊。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个当时很红的网络游戏叫《石器时代》，做游戏攻略嘛，光纸上谈兵肯定不行，于是就跟工作室的小伙伴们一起，一到晚上就开始体验生活，就是一起玩游戏啊，很愉悦。半夜饿了的话呢，楼下还有个叫大烟梨的家常菜，喝点小酒，吃个夜宵。我到今天都记得那家的宫保鸡丁可嫩了。然后酒足饭饱，继续游戏，一直玩到没意思了，或者小伙伴们都熬不住睡了，我才开始干活，打开电脑开始排版什么的。每次都是干到早晨，实在困了就倒在沙发上睡一觉。那会儿也年轻，睡上2个小时就能起来继续战斗。至于是游戏战斗还是工作战斗，看心情。到中午差不多吃完饭，回趟家洗个澡换个衣服，晚上回来再继续。当然也不是每天都这样啊，基本上做一本书从定下选题到设计完稿差不多1周左右，每个月做2-3本书，收入就很不错了。但是那年我才23岁啊，所以经常会想说不能这种日子过一辈子啊。最后想要不还是出国留个学吧。那作为一个从小学开始接受了16年英语教育的人，那会儿出国的首选肯定是美国或者加拿大。但我托福考的实在是不理想，没戏。后来有一天忽然听说有一家日本大学在北京要招别科生，就是大学预科啊，那去试试吧。虽然那会儿的日语水平连假名都不认识几个，但既然有这个机会，按北京话讲，有枣没枣打3竿子。于是就去呗。但日本学校面试肯定需要自我介绍啊，就找高人给写了个日语的，根本不会念，全标注上汉语拼音，很痛苦的背了半天，然后就面试去了。给我面试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日本人，因为一张嘴啊就是一口流利的日语，哇啦哇啦的说的真好，要是我能听懂就更好了。就听她说了半天啊，终于停下来了，然后看着我多灵啊，这肯定是该我自我介绍了，咱背过呀。我开始哇啦哇啦的，一开始觉得我这水平行啊，这说了好几句了都没打磕巴，结果一臭美，后面词儿给忘了，一下卡壳了，脑子一片空白，唯一闪现的一个字完。没想到我这正绝望呢，对面老太太说话了，一口半生的中文啊，别着急，慢慢来。我心说，我倒没着急，这是纯不会，我没东西说呀。
干脆吧，直接说实话吧。我就说，其实我不会日语，拿中文说的。今天这几句自我介绍都是现背的。我就是想去日本留学，因为原来我接触过一些你们日本人，他们那种做事儿思考的方式我挺感兴趣的，就想去到你们国家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氛围。反正就是一口气儿把心里的话都说了，感觉很痛快，心里边释怀了很多。实力如此，尽力而为了，面试不成就不成呗。结果过了1周，结果下来我居然通过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一系列出国前的准备，办签证、体检、买机票，琐碎又忙碌的到了出发那一天，2002年3月31号，拉着行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忽然觉得心情好像有点沉重了。那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感觉。平时出家门都恨不得赶快离开，在外边多待一会儿，就不想回家。可那会儿就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可又想到呢，自己是个男子汉，不能磨磨唧唧的，丢人。于是开始控制表情，装着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家里给我找了辆车送我去机场。平时呢，感觉很长的一条路，转眼就到了目的地。去那边办好了登机牌，回来得跟父母道别呀，还是硬刚着跟我爸我妈说我走了啊，就跟平时出门的时候的语气尽量吧一模一样。这个时候就看见2颗眼泪从我妈的眼睛里直接崩了出来，我还得笑着安慰，不至于的，我说我到了给你们打电话，走了啊。一转过身来，自己的眼泪也下来了。很多年以后看了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在里边也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情节。毕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离开家，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接下来各种忙碌的手续，很快把刚才的离愁都给冲淡了。坐在飞机上的一刻，心里觉得有点空落落的，不知道前途是凶是吉呀。早上起得也早，闭上眼睛直接就睡过去了。3个多小时以后，飞机降落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因为同飞机来的还有不少我们同一批的留学生，所以学校专门派了个大巴车过来接。出了机场已经是晚上了，一座跨海的大桥，另一边是一个巨大的布满霓虹灯的观览车，再往前开就是大阪市区的纸醉金迷了。忽然想起一句某个港片的台词，资本主义果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啊。在车上呢，跟来接机的老留学生有一搭无一搭的聊会儿天，我就问他，我说学校那边怎么样啊？他说到了你就知道了，就是个农村，全村人口2、3万人，跟北京可能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小区。我又问他，我说那打工好找吗？毕竟得考虑一下今后的生计问题不是？他看了我一眼，那么小的地方还想找工作，早就被第一批的留学生都给填满了。我们都得到10几公里以外，到别的市去打工去，而且就你们这日语水平，别想了。反正就这么聊吧。坐了差不多3个小时的大巴，就看窗户外边，越走灯越少，越走路越窄。等变得漆黑一片，道路开始颠簸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因为进村了嘛。大巴车就停在一座公寓的门口，破破烂烂的，看着就有年头。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了。一个操着蹩脚中文的日本老头在那儿按着名单发钥匙。周边的一切呀，像极了玩那个《生化危机》游戏里的场景，感觉随时哪儿冒出个僵尸来都不奇怪。远处一片空旷的黑暗，我以为是学校操场呢。往前走了2步，仔细一看，原来是菜地。好吧，既来之则安之了。第2天起了个大早，阳光明媚，
和一起来的几个别科生约好了一起去学校报到。走下楼又看见了昨天的菜地，旁边是一间一间日式的日本漫画里常见的那种2层小楼和满开的樱花，还真美。说说笑笑的来到学校别科办公室的门口，站着好多人啊，我刚要往里挤，前面小哥一回头，嘘，别科主任在里边正骂人呢。我一听可不是嘛，里边一个半生不熟的中文正在那训学生呢，感情这帮人在这排队等着挨骂呢。为什么没有及时跟学校联系？为什么日语这么差？为什么没有礼貌？反正挨骂的理由啊各式各样的，但结尾都是一样的，你不适合日本，回国去吧。一堆16、17的小孩们经历这么一遭，基本都傻眼了，就愣愣地站在门口，也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我那年24了，比这帮小孩肯定是社会经验多一些嘛，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叫下马威啊，先吓唬一顿，以后好管。我一看没人敢进去了，我就分开人群挤进去，还顺手掏了一大把从北京带过来的小工艺品，什么中国结儿、小荷包之类的，就北京小商品市场10块钱买一大堆的那种。一进去就发现啊，感情这个骂人的别科主任就是给我面试那个老太太，那更省事儿了。赶紧过去啊，老师您好，我来报到了，今后请您多关照，一点小心意请收下。日语肯定说不了啊，但这几句用中文说的力求诚恳，然后双手捧上一大把礼物，那意思就是办公室的老师们人人有份儿。哎，老太太看看我又看看礼物，愣了一下，忽然就变得和蔼起来。啊，你呀，我有印象啊，留学日本很辛苦的，你要加油啊。然后就办手续什么的，最后还给了我一个他的名片，说有困难可以直接联系他，也没挨骂，就这么出来了。一出门看见外边的同学们那一张张诧异的脸，可能觉得说这大哥怎么在这公然行贿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留学生活就这么开始了，重新回到了学生的身份，静下心来就好好先把日语学学呗。我就发现啊，这人有了一些社会经验以后，和这些高中刚毕业的小孩小年轻们想法是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从小的习惯吧，见了老师就怕，跟耗子见了猫似的，经过老师办公室都绕着走。可我就喜欢跟老师聊天，你学日语肯定问题很多呀，难得别科的日语老师还基本上都会点中文，反正学费都交了，下课问问题又不加钱，还有问必答，不烦不躁，而且还有意外的收获。有一天啊，我跟平时一样带着一堆问题去办公室问问题，问完之后聊几句天嘛，别科主任那个老太太就问我，来日本生活压力大不大呀？我这么实在的人肯定直接回答，当然大呀，又找不到地方打工，坐吃山空啊，你得明白啊，就这意思啊。老太太想了想说，这样吧，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啊，有一个奖学金，每个月是52000日元，别科有2个名额，他打算给越南学生一个，中国学生一个，中国学生那个给你怎么样？那是吧，肯定谢谢老师。没想到刚到日本1个月都不到，就有了这么一笔稳定的固定收入。虽然说找不着工作，但有这5万多日元，在我们学校那个小村里边1个月的生活费就够了。当时那个踌躇满志啊，感觉我可能还挺适合出来留学的。结果这一嘚瑟出事儿了。有一天啊，我正在一朋友的房间里，正做晚饭，当时给人炒菜呢。最开始给我们发宿舍钥匙那个日本老头忽然出现在门口，一看我在别人的宿舍里，也不知道发什么邪火啊，在门口开始跳着脚的嚷嚷，让我回我的宿舍。旁边房间的留学生全都出来看热闹。我作为一个到目前为止的学生堆里的成功人士，这面子可挂不住啊。脑袋一热我就窜出去了，我比那老头高了1头多，低着头快跟他头挨头了都。我说你就是一老头，你又不是警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一边说，脑子里还浮现那些什么抗战老电影的情景。旁边的留学生给我叫好，可能觉得说，大哥真牛，敢跟日本人对着喊。总之啊，这帮人是看出殡不嫌殡大呀。这老头可能也是看我这块头嗓门比他大，可能是怕我真揍他吧，赶快偃旗息鼓，灰溜溜的走了。可没过2天，别科主任那老太太找我，你是不是把那老头给得罪了呀？他是学校后生科的，你那个奖学金别科只有推荐权，决定权在老头手里，听说他要给你取消，怎么办？哎，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聊。